这个世界上的纺织技术非常的多，这你看到的缂丝工艺呢，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最特别的一种技术之一。缂丝工艺至今为止没办法被机械所取代化，它只能用手工进行制作，被人称之为之中之圣。今天我们来到宜兰传艺园区的黄蓝叶缂丝工艺馆，不仅要一窥这项缂丝工艺的魅力，而且这位缂丝工艺馆的馆长超级热爱美食，他还介绍了我们许多宜兰超神秘的美食店家哦，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，跟着烟波 check in 宜兰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即享烟波专属优惠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峰，是黄蓝叶缂丝工艺馆的负责人员，负责像是我们缂丝工艺的系统化推广，还有教学，也是台湾缂丝工艺的传承者。基本上现在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缂丝，如果你是在繁体中文网站上面看到资料啊，基本上都是我写的。缂丝的话是把线变成布的纺织过程，刺绣是把布上面再加线的点缀过程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世界上的纺织技术非常的多，这你看到的缂丝工艺呢，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最特别的一种技术之一。缂丝工艺至今为止没办法被机械所取代化，它只能用手工进行制作。原因在于是说它的制作原理是通经断纬，也就是贯通到底的经线，跟随着我们图案轮廓而中断的纬线，就是把一个图案或者是一个字直接给它织出来。在宋朝时期呢，有一位史学家庄绰，在他的那个《鸡乐篇》里面提到“成空视之如雕镂之象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再把它在光下面看，你会注意到它的轮廓会有一点小小的裂痕，就像是被刀雕刻出来一样。它最早的刻是写作雕刻的刻，然后在宋朝中期末期的时候呢，才有个新的字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个密字旁，在一个革命的革。缂丝的话，它这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保存的只剩下中国、日本还有台湾有保存这门技艺。台湾的缂丝工艺呢是从日本传过来的，而日本的缂丝工艺也是经由唐朝的时候借由遣唐使带去日本，所以台湾的缂丝工艺其实刚好有兼具说日本跟中国的特性，但是我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出来。变化性非常的广，缂丝也是被列为是说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来临摹书法的一个做法。缂丝它可以完全贴合在布面之上，并不会有任何厚薄或凸起来，可以做到水墨的力透纸背之感。这个是属于台湾经典做法的1/2缂丝。顾名思义，它只要需要正常缂丝的一半时间就可以完成。它这个做法的话，比起传统的中国缂丝来讲的话，它更重视实用性，它也可以更适合用在我们衣服之上。黄蓝叶老师，他基本上的话就是代表着我们台湾缂丝的一切，基本上所有的纺织系统都是他一手创立的，在他手上已经研发出太多的新的技术，更有效率的方式，更有个性的表达方式。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台湾的缂丝完全独立于日本或中国的系统，它其实也很积极于说我们纺织机的改造。你现在看到有弹簧辅助式的，还有灯管辅助式的纺织机，这东西基本上只有台湾才看得到而已，降低缂丝时候的难度。文化传承、艺术传承这东西就要从好玩开始。小朋友想做，但是我们之前织布机太大一台，所以老师特别设计了几台小的，让一些像6岁左右的小朋友就可以过来亲自体验看看纺织它的乐趣在哪边。如果是旅客或游客的话呢，我们最一开始体验的课程会是比较简单的，以平织为主的杯垫，这个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作品。当然，如果是已经有来过的客人的话，也是可以稍微进阶一点，挑战比较特殊的织纹，像这就是所谓的斜纹织，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，让你知道我织布机的核心运作原理，我们就可以把作品织出来了。织布这件事情，在这个以前的话，其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大家对织布机很陌生。台湾大部分的人对于纺织基本上就是原住民体系的织布，但我们这个技术比较罕见，我们是属于汉传式的纺织系统，它跟我们非常多的成语有关系。像我们讲木兰诗，我们讲急急复急急，木兰当户织，或者是我们说迢迢牵牛线里面讲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，或者我们说岁月如梭，丝丝入扣，这些成语都是跟我们织布机有直接关系的。因为每一位旅客都是一张空白纸，他们来这边才真认识到说纺织它的原理是在讲什么东西。
西。克斯它的原理，我基本上其实不用多少时间，我就可以全部教会给你听啊。我只能说它其实易学难精。你看到我们这边织布机虽然看起来有点复杂，它其实功能是非常简单的，它的技术核心都存在我们人的手上，让你自己发挥的空间非常的多。我们看到这间教室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织布机都是属于台面上的工作。你像我们这边的织布机，基本上的经线2000条起跳，最多甚至到4000条、5000条。如何把这些经线完全固定在我们织布机上，这个工序就已经非常复杂。织布机的前置工序全部完成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开始慢慢做我们的克丝。你要先完成自己的图稿，制作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按照每一个图块去仿各种不同颜色的线。克丝在自古来都是以旷日费时著称，一幅克丝作品耗时1年2年都是正常的事情。因为我们黄兰英老师他是属于台湾的标准型第一代工艺师，他们非常的会做，当然并不是特别懂得怎么教，后续的历史啊，或者是我们技术的建立啊，这些都是要由第2代、第3代来进行完成。其实我有时候在负责破解老师的技术，破解技术算是我的个人一个非常强大的专长，只要跟克丝有关系技术，我基本上看一眼我就可以完全复刻出来。像这一个好了，是在中国里面被列为失传的花卉斜纹领，是属于克丝里面最罕见的一个变体技术。它是斜纹之余，还有更特别的，它的底斜纹跟图斜纹还要走完全相反的方向，把它厘清出来，并且把它变成我们的教学系统，这就是我主要在做的工作。我们这间教室呢，坐落在宜兰传艺中心的观景楼 B1。宜兰传艺中心的话，它就是为台湾所有的传统艺术，不管是表演艺术、工艺艺术，它都给它一个非常棒的平台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欣赏、购买，或者甚至还有最重要的，我们可以来这边亲身体验，让每个客人过来的时候，并不是只是看，他们可以亲手自己做。宜兰对我来讲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放慢步调的地方。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艺术文化都是先从放慢步调开始。其实我推荐大家偶尔可以来宜兰这边走走，因为宜兰是属于狭长地形，往东边走就是海，往西边走就是山，中间的话有非常多的博物馆，或者是像我们宜兰传艺园区这样子，可以让大家亲自来观赏一些表演艺术啊、工艺艺术的地方。那大家先把自己的节奏放慢，你才有办法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好好去体验到说我们台湾自己在地的本土文化。也因为这些，所以说我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一些宜兰值得去逛逛啦，或者去吃的好料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我要推荐的是宜兰东山河的生态绿洲，你可以在那边直接走一大圈，慢慢去体验说宜兰比较偏向于湿地的那个文化。那边的话也可以提供说像是水上脚踏车啊，大家可以去那边搭船，然后船东的话会帮你做一些整条河的生态导览。东山河真的算是宜兰数1数2大的河流了。其实说起来，它的源流就是我们说旧寮、新寮瀑布那边，通常会在东山河那边租一台脚踏车，如果你把它往上游骑1个小时，就可以直接到它们源头的瀑布。然后如果你往下游骑1个小时，也可以直接到出海口。整条河的整治非常的好，这不是我在夸饰而已，就像是那个日本京都鸭川那样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停下来，好好欣赏路上的风景。我们的宜兰的河流其实都整治得很不错。基隆风红院我要会推荐的话，最主要是因为你可以从一整条大河流的中间这样子走过去，感受到那个河流的旁边的轰鸣，它会把所有其他声音都盖掉。因为我反而觉得那个状况下特别舒服，就稍微离开一下城市的喧嚣或者是人的声音。红汤的烧饼店的话，算是我第一次吃到了罗东胡椒饼。那边的烧饼的话，我真的很推荐。你就是买了当下你就直接咬下去，牛肉的肉汁跟胡椒的香会直接从嘴巴里面爆出来那种味道。面魂家它是属于味道非常浓郁的一家拉面店。我自己算是很喜欢吃面食，特别是拉面的人，但我目前还没有吃过比面魂家还好吃的拉面。我个人推荐它的黑蒜拉面，然后里面加2大匙的蒜泥。吃完之后呢，再点一盘青菜，剩下那一碗蒜味非常浓郁的汤的时候，把青菜全部倒到里面去，把那个青菜跟那个汤搅在一起，一起把它吃下去。这是我个人的吃法。
宜兰市的利牛牛排馆，我个人是最推荐它的13盎司牛排，可以大口吃肉这种事情，基本上男生都还蛮喜欢的。它是走的是一般我们常见的夜市牛排路线，但它的牛排其实非常好吃。13盎司牛排以外，它的牛排的味道基本上是有点超脱于夜市牛排该出现的水准，算是比较正式牛排店会出现的水准的味道。头城的臭水冲浪区，它其实现在叫黄金海岸，整条海岸现在也整治得很好，上面先用大石头先把那边都先把它填补起来。它那边也有提供可以冲浪的地方。其实你光是刚进去的时候呢，会先经过头城的协天宫，其实那边那一条路其实基本上就是标准台湾乡下那种地方的小路。你往海湾线一走，会发现到风景完全改变，会有老外开的餐酒馆、网红咖啡厅。原本那个协天宫那一边是生活感非常充足的地方，你可以往海岸线走，享受一下很现代、很时尚的海岸线。两个其实有时候走过的时候，那个交替感很好玩。原味町它坐落在罗东市区的角落，那家店非常的好吃，也非常的平价。我会另外推荐的话，则是他们的炸物，他们炸物是非常道地的日式炸物，吃起来是非常的清爽，不会有让你有油腻的感觉。再来就是它的生鱼片，其实也是非常的够新鲜。其实说起来的话，海产新鲜，这基本上是东台湾几乎所有海产店的最大优势，因为我们旁边就是一个太平洋，所以说宜兰这边吃海产绝对不会踩到雷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黄兰叶克斯工艺馆，还有我们整个宜兰它的各种景点，还有我们的美食。我欢迎说大家可以亲自过来体验看看我们克斯的有趣之处，当然也更欢迎是说我们来宜兰这个地方好好的放慢我们的角度，看看我们的山，看看我们的海，吃吃我们的美景。但也生活真的慢下来，我们才有时间可以慢慢累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艺术涵养。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订阅我们烟波的 YouTube 频道，烟波吃听宜兰，吃喝玩乐一把抓。订阅我们，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。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！这真的很棒。今天点到的是满钻楼的酒家鱿鱼螺肉蒜锅，这汤真的超级甜。基底的话就是它的蒜的味道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它那个螺肉甜跟鱿鱼那个甜都可以展现，直接在桌边现场炒给你看。先把那个原料那个香味先炒出来了，这个汤底不管煮什么都好吃，算蛮新奇的味道。大家如果有来传艺园区的话，欢迎可以来满钻楼试试看他们的这个鱿鱼螺肉蒜锅，算是宜兰在地的一个做法，真的蛮推荐的。